基本上项目内陆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宝杰。你现在看到的这一枪，它即将改变美国的命运，它也会改变北约、改变乌克兰、改变俄罗斯、改变中国，甚至它会改变台湾的命运。大家都没有想到，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众目睽睽之下，竟然有人敢对川普开枪，而这一枪充满了戏剧性，只要差1公分，只要差1秒钟，整个川普他可能会命丧黄泉，因为这个枪手连开了8枪，而且距离只有150公尺。如果你现在用这一支步枪，在这么短的距离里面，对川普来讲，那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可是没有想到，他竟然逃过了一劫。逃过一劫之后，虽然他被密情局的人员要急着赶快拉离现场，可是他振臂高呼，大喊着 "fight fight fight"， 这样子的大喊振奋了整个美国的民心。我们知道，在美国的社会里面，对于川普有非常复杂的感情，特别是在媒体里面，有的媒体对他非常的疼爱，但有的媒体对他恨之入骨。但没有想到，当这一幕发生了以后，所有的媒体都大幅报道，这没有意外。可是关键的是，所有的媒体都用他那个英雄气概的照片，用他那个振臂高呼的画面，而且那个振臂的高呼的画面背后还有美国的国旗，他完全把美国的英雄主义推到了最高点。你就看到现在共和党当然非常的振奋，现在有人讲，现在还要再选下去了吗？现在已经不是川普能不能赢的问题，而是川普能赢多少的问题。而且川普现在也意识到这样的状况，所以他接下来他的行程不会改变，但是他不会再骂拜登了。他说他要团结美国。那重点来了，现在如果川普他真的胜券在望，对这个世界会有怎样的冲击？对中国会有多大的压力？而对台湾又会有怎样的影响呢？好，我们今天请到外宾在这方首位的财经专家黄寿松，你好，大家好。好，第二位是资深媒体人赵宇轩，大家好。好，第三位是政论专家李明辉，大家好。好，第四位是资深媒体人刘一峰，大家好。好，第五位是财经专家吕国珍，大家好。你说这一张照片现在在美国广泛的流传，大家没有想到，在光天化日之下，众目睽睽这一枪，竟然照得有什么这么有戏剧性？他不但这么有戏剧性，而这个川普的反应证明他是天选之子，而这个天选之子现在对整个选举、对整个世界已经造成极大冲击了。而且7月13号在美国宾州这个枪击案，还有紧接下来这个照片，还有川普的反应，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历史事件了。它的影响性历史事件相当巨大。抱歉，那这张照片时代已经登上《时代》杂志的封面不说，你知道这张照片被美国比喻成什么？另外一张美国拿着星条旗的在硫磺岛的照片，美国把它拿来跟那张照片比拟，对，甚至还有人拿来跟什么？真的在英法百年战争之后拿着法国国旗，因为刚刚好在这张照片的后面就有美国的星条旗啊，也就是第一个他大难不死，对，他正面高呼，高喊的 fight 后面刚好就是星条旗，对，所以这件事件来说，宝杰，那经过这一场这个之后的，我们在眼前看到了大型实境秀之后，川普已经变成了 chosen one。被天选之人，现在宝杰他已经不是当不当选的问题，现在他已经化身，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太一样了哦。所以凡杀不死我的，必将使我更加强大。现在在川普里面来说，他现在已经是信心爆棚。现在美国共和党，甚至美国，我跟他讲，他在昨天的时候已经化身成美国队长，每一个人都非常关心，已经没有人在关心怎么美国现在这样，每一个人都在非常关心川普的这个状况，他已经变成是全美国甚至全世界注目的一个焦点了。而且刚刚讲的这个过程真的太戏剧性了，你说居然他差1英寸，差1秒钟，川普就会命丧黄泉。而且就在开始演讲，大概5到6分钟左右的时候，突然之间，嘣嘣嘣！而且那个枪声一共有开了8枪，开了8枪之后，他在第一个时间里面，他似乎意识到他中枪了。对，中枪，你看他快速的倒下来，之后，你看密情局的人员上去把他围住，之后，你看第一个时间里面，因为这个枪手后来被知道，他距离川普只有120公尺左右，那很近呢。对，而且他开枪的时候，因为他真的是要置他于死地，因为他连续开了8枪之多。如果你说这个自导自演的话，你开1枪2枪，对，他是真的开了8枪。开了8枪之后，因为第一个时间里面来说，密情局人员已经发现到他开枪之后，迅速转到他的方向，把他击毙。之后，宝杰你知道，第一个因为当时的实况相当的混乱的时候，宝杰你知道，这就是个大型实境秀的时间，因为在这么混乱的状况之下，更可以看出这个人的个性是怎么样。他的反应，结果宝杰他的反应又是美国人最爱的反应。为什么？第一个时间他趴下之后呢，你看当场还有这个所谓的还有这个收音，
收验之后，密情警人员要叫他跑，他说不用，先等一下，先把我的鞋子找到，把鞋子，先找我鞋子，我要穿上我的鞋子。对，要找到鞋子。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军事训练就是这样子，在逃跑的时候，我绝对要穿上我的鞋子，真假的？这样才能够最好的跑到我要跑的这个地方。你说他一直在坚持我的鞋子要穿上，我的鞋子要穿上，是最后是密情局的人把他给鞋子穿上。对，你说这个是军事训练的第一原则。对，我跑的时候，我都要上下都要跑，这个装备都要好了之后这样离开。第二个，他还在这个时间点里面，即使密情局要把他头往下压的时候，他还说不要，我要 fight。你看他还在想办法挣开出来之后，对着镜头，宝杰他很就这个画面。对，事实上，宝杰我跟你讲，他根本就是已经冷静下来，他知道说这是我要表演的时间点了。你看他冷静下来了，他已经冷静了，他确定他没有问题了。你看他还想办法从这个密情局的人员里面钻出头来，然后他 fight， 把手伸出来。对，为什么？宝杰，因为我们讲他这个实境秀的这个实况组的这个身上上升了，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个表演的时间点。他在冷静下来之后，他马上就做出了 fight 的动作，也就是过去我们看到的标准原则，就是现在密情局的人要用肉身来帮他挡住，把他挡掉以后，当然不可以看到任何川普的行踪。可是没有想到，川普就挣扎着一定要把手给伸出来，对，高喊着 fight。对，所以就有这张照片出现了。为什么会有这张照片出现？因为刚好记者就在下面的时候往前跑，捕捉到这张照片。所以我跟你讲，宝姐，这件事情反映什么？美国人爱死的川普的反应，第一个时间点，他一点都没有慌乱的感觉，而且他上来的时候，他还 fight，还有非常有斗志，即使他连脚已经受伤了哦，他还是这个样子，一直这样，所以美国人就爱这种英雄嘛。而且连他在上车的时候，上车的最后一刻，对，也要把手给伸出来，这不是就是美国人最爱的吗？即使到你已经都受伤这个样子的时候，我还是要 fight， 坚持跟你战斗到底。然后这个整个实境秀这样大实况的演出之后，你看美国的民意当然就是完全集中在他的身上了嘛。而且我们之前讲过的 Politico 杂志里面是比较偏民主党的，是连偏民主党的杂志都说他赢定了。对，因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是变成是浴血英雄的这个形象，是千古形象。所以我才跟你说，这张照片真的完全改变了人类，而且完全改变了这场选举，甚至也可以说确定接下来说这个泽鲁斯基的命运怎么样，普丁的命运怎么样，北约的命运怎么样，中国的命运怎样，台湾的命运怎样，几乎都已经可以快要说确定了一个情形。我们知道的美国媒体他们是有自己的政治偏好的，特别是对川普。川普有人是非常的疼爱他，有人恨他恨之入骨。特别之前讲到，当拜登他的那场演说表演不好的时候，刚刚讲的谁第一个反弹？《纽约时报》。《纽约时报》过去是亲民主党的，他们是厌恶拜登，厌恶川普，厌恶到了极点。可是连他们都用这一张照片，连他们也都不能放弃这一张照片，就代表现在美国，你不管你喜不喜欢川普，你现在呈现的形象都是那个英雄的形象。对，没错。实际上，现在美国即使是怎么反对川普的 CNN 啊、纽约时报啦、华盛顿邮报，都把他的照片放在第一个时间点，而且就是那种英雄的形象。宝杰，你看哪有任何一个媒体会这样报道？但是你也不得不这样报道。宝杰，甚至第一个时间里面来说话，现在几乎美国重要的这些所谓经济的人物，或者很多这个风向派，现在完全都转向。你看第一个时间点，当然伊隆马斯克，对，伊隆马斯克就是说他是很英雄，而且他说了，你呢跟我印象中的美国前一个这个老罗斯福总统一样强硬，你是个非常好的这个美国总统。那当然，你看他全力支持嘛，希望他尽快恢复，这不用这样讲。我们讲伊隆马斯克本来就是支持共和党，应该讲他本来就支持川普，他不意外。可是让人家敬望的是贝佐斯，对，另外就敬望是祖克伯，对，其他这些人也全部跳进来了。对，没错。事实上，这里面来说比较引人注意的是贝佐斯，因为贝佐斯马上在这个平台上面 X 他就发表，他说川普在真正的枪火下展现了极大的风度和勇气，感谢他安然无恙，也向受害者及家人致哀。为什么贝佐斯很有意义呢？宝杰，那贝佐斯曾经被川普骂，因为他有这个华盛顿邮报嘛，华盛顿邮报这个川普就说他就是一个游说者的报纸，他其实跟川普是杠上过了哦，他直接杠上过。对，结果他这一次公开在9个月之后，他没有在 X 平台发言，他这一次发言一下，所以人家闻到不一样的味道。他已经9个月没有在这个社群网站发言，对，第一次发言就说川普是在真正枪火下展现极大的风度跟勇气。好，那除了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叫阿特曼，宝杰阿特曼也是一样，你看他讲了什么 ？Very glad President Trump is safe。他不是说前总统哦，他是说 President Trump 哦。所以你看，事实上现在目前为止来说话，大家风向都不一样。你看，连库克也发了一个我的心跟他受害者还有这个川普家人同在。
另外时间里面还说，还有很多这个知名的投资人 David Sachs 也是一样，还有甚至阿特曼之前是反川普哦，他现在也要倒向川普哦，甚至连这个祖克伯也是非常有意思啦，因为他在前几天的时候，他解除了 Meta 对于这个还有 IG 对于这个川普的这个各式各样的解禁之后，没想到目前为止，他好像是做对了这些事情啊。而且刚刚讲的，现在在美国的氛围就是已经不是在讨论川普会不会当选，而是他当选到底能够拿下多少的选举人票。现在有人就把这一张弄出来，这个就是雷根时代里面他拿下来的，当时他拿下了525张，当时民主党只拿下了13张，对。而当时雷根最有名的是，他本来声望不高，他也是中枪了以后走到了医院。在开刀之前，他笑笑的问他的医生：“你是共和党员吗？”医生说：“总统先生，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共和党员。”这样的一个话，让雷根变成英雄了。对，没错，实际上雷根在1981年刚当选没多久的时候，他就中枪之后，他还是自己走到这个医院去，而且那时候最有名的一件事就是他问当天的医生说：“你是共和党籍的吗？”他说：“报告总统先生，我们今天都是共和党员。”所以你知道，像这个事情来说，我就讲美国人会看你什么，你在危机中间你的反应是什么。好，那你看雷根的反应是他的幽默感，一贯的幽默，但是这一次呢，美国人在川普看到的是强悍，你的强悍的措施，宝剑上，现在你的强悍跟这个川普拜登就形成两个极端的对比嘛。实际上目前为止来说，全美都在盯着嘛川普的行程。你看他的一举一动，他是在13号凌晨被枪击之后，他走下，他回到这个纽泽西的时候，你看全美国都在注意他。他今天呢到这个威斯康星州去了，做这个造势的时候，也是全美都在关心他。现在全美国都在关心川普，那川普就甚至说，我在这个共和党的提名大会上，我已经不会攻击拜登了。因为他已经把他自己认为说我已经会当选，他的重要任务是什么？团结美国。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已经化身成为美国队长了。对，本来川普在他们的共和党代表大会的时候，就有一篇文章是专门要去骂拜登，说这个拜登非常的贪腐了，拜登非常的糟糕了，拜登没有把美国更加强大。可他说这个稿子我要丢掉了。为什么？因为我感觉到说，现在我有个使命，我要团结美国。可是一个团结的美国，它可能不会自己发生内战，可是它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现在看起来，这个外部敌人已经浮现了，那就是中国。因为美国众议院的院长他说，我们现在要有一个全面围堵中国的法案。现在我们要对付什么？以中国为首的邪恶轴心。对，你知道川普喊出这3声 fight， 那是他对谁喊的？对谁？其实对中国喊的。假的。你知道现在美国国会众议院来讲的话，强生他已经准备推出全面性的一个抗中法案。这个抗中法案其实就是为什么为川普接下来铺路，这个就任总统之后铺路，你知道吗？因为拜登这4年来慢慢的对付中国，慢慢的做一件事情，使得过往来讲，我们知道。真正对付中国的是川普开始的，他是在2018年的时候开始对中国发动贸易战，而且你知道一件事情，他真的要对付中国。对，我认为对付中国，为什么这样子讲呢？你知道川普在辩论的时候讲什么？他说要让马上就任的时候马上让俄乌战争结束，甚至在他就任之前就要把它结束掉。对，那普丁当然讲欢迎嘛，但是事实上你知道这当中表达了什么意思吗？表达什么？全面对付中国。他只有一个敌人，这个敌人就是中国。所以你知道，现在已经有一些台面上的人物都出来了，就说过往来讲的话，川普用过了哪些人，有可能会重新再回到政府部门的。第一个就是之前 USTR 的这个贸易代表，就是什么？就是赖海泽这个人来讲的话，嫉恶如仇。你知道之前他在跟日本谈判什么广场协议的时候。谈到一半啊，他竟然折纸飞机，把他那个上面是要写的什么那个相关的谈判，他美国要的东西，把它丢到日本代表那边去，告诉日本说，这是我要的，折纸飞机丢过去。是，所以这赖海泽本身来讲就是一个鹰派中的鹰派。然后接下来呢，还有谁？还有纳瓦罗是谁？就是之前在白宫里面重新启动对中国的晶片战争的一个这个什么元凶啊。对，也就是说，现在中国最害怕的就是纳瓦罗又重新可能会回到川普团队。还有在谁？还有你看，连马斯克都跳出来了。马斯克电动车嘛，电动车那什么，这是中国市场来讲的话，已经使得特斯拉这个受到损害了。所以现在要对付中国的，就是最了解中国的马斯克嘛。有一个是。余茂春现在的声音也越来越大了。是啊，那所以呢，蓬佩奥也跟着出来，也有人传出说，蓬佩奥说不定就会可能成为这个川普的副总统的候选人，也不一定。当然还有很多其他人选，但是可以看得出来，
川普只会更硬，不会更软。所以这时候呢，其实皮皮出来就是习近平。好，不是。另外刚才讲的，现在中国刚好在三中全会，三中全会我们知道对中国来讲，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时候三中全会本来要定未来的5年计划，可现在根本没有5年计划，它现在只有一个重点，我要怎么样的抽税，我要怎么样的拔鹅毛，因为中国的经济真的已经太糟糕了。中国的三中全会是每5年要举办一次的重要的经济工作会议，大家都会说未来5年跟着党走就对了。可是现在要看中国政策，看这个完全会吓死台商。台商说以后就是大追税时代，因为大追税，因为以前都看中央会颁布什么新的政策，结果这次要讨论是什么？要来税改，要收税，要扩大征收范围，消费税业要下放给地方。为什么？所以以前是我的三中全会，我是2025这个所谓的中国制造，我都要去启动，我有一个 AI 的世界，我要启动怎么样去争霸这个世界。可这次没有，这次我查的是我要去查税改，我要查人口问题，然后查这个税改，恐怖的是，这单不是倒查30年，是每个人你每一笔钱你都要交代清楚。对，现在查税会查到每一毛在哪里都要拔得到，所以这次要怎么样？在这一场三中全会之前，他已经先把缴税的 APP 给更新了，这让全国中国人民缴税 APP 过去只有劳务所得这些工资所得要缴税要报税，现在新增加什么经营所得、利息、股息、财产租赁、财产转让，还有偶然所得。这个偶然所得就是你中乐透、中大乐透、路上捡到钱，你都要申报。然后你炒股票有股息有红利，你也要申报。你房子租了转让，都要缴税，以前都没有，以前只有这4项，就是劳务所得。现在，所以以前我只有我的工资当然要缴税，我的劳务要缴税，我的稿酬、特许使用费。现在我的任何1毛收入，我的利息、我的房租、我的财产转移，我连在地上捡到1毛钱都要缴税。他就把这个项目也列进来，以后我查到你的钱，你要好好的缴。接下来还要扩大什么？扩大消费线，所以就是你有钱花钱的人，你就要缴税给地方政府。所以搞了半天，为什么前一阵子茅台会大跌？因为你现在要茅台，搞不好就是奢侈税。你要卖茅台，你不但你买的茅台本身的价钱，你还要付一笔非常高额的税金。这是地方财政完全崩溃之后，找谁来开刀？找这些有钱消费的人开刀。所以你跑到餐厅去开茅台，茅台自己卖茅台要缴税之外，你开茅台消费还要缴一笔税，这叫高档奢侈的消费税。两边都要缴税，对，而且缴税给地方解决。你刚才说了，地方以前可以卖土地赚钱，现在没钱了，没钱之后扩大税基，所以这叫5年的抽税大查税时代要来临了。更可怕的是，像 BMW 这些也叫奢侈品，宝马现在不敢再玩杀价战了。为什么？一样跟茅台一样惨，茅台就股价一路往下掉，因为中国都知道消费税一旦课征，所以你现在买车也要缴税。对，因为这是奢侈品啊。地方政府一旦查起税来，查得非常的凶，所以我这里来讲一个故事。最近有个台商跑去找会计师说，我有50万人民币要存到银行，请你帮我关说一下。50万人民币要存到银行要关税，那很合理呀。为什么还要关税？你要存钱给银行关税？对，我的意思说，我今天有钱，我有钱存在银行。这也不行，银行很清楚，请你告诉我你是怎么来的，这钱是不是你捡的？你是卖废料吗？以前你卖废料没有缴税啊，这是公开的秘密。现在请你给我完税的证明，偶然所得还是你的什么所得来的？每1毛查得清清楚楚。你抱着50万现金到银行，你现在要找会计师来关说，或者你乖乖的缴出你的钱怎么来的缴税证明。所以这会计师很可怕哦。现在中国，所以你说我今天如果拿了50万到了银行，拿到银行，我说我讲不出我这个钱从哪来的。第二个就是我如果讲我这个钱是过去卖废料的，可这个卖废料我没有缴税，银行不敢收。这就是倒查30年，怎么查？因为你不可能每个人都查，可是你有钱存钱的时候，我就开始查。谁叫你有钱拿到银行来存？所以会计师本来要关说，可是他就告诉这个老板说，现在科技非常的进步，查税 APP 软体不是更新吗？有偶然所得吗？他可以跟海关联网，跟入出去管理局联网，你带2万块人民币可以入境，如果你带3万去存钱，那多出1万，对不起，这叫没收，因为你没有申报。所以银行跟税务局连线之后是怎么样？如果这个台商把50万存进去，税务局马上会找出他，你有没有缴过个人所得税？所以每一根毛我都要拔得到。所以现在在中国大陆，刚刚讲到，你不但到处有人脸辨识，你到处不但都有证件，你现在每一笔钱
都要交代清楚。所以他就跟台商道歉说，我实在没有办法帮你灌输，因为你卖废料就老老实的缴税，因为中国以后没有资金流动的自由，这是主流趋势，因为所有东西都连线了，大茶税时代来临了。所以台商那个会计师来举例，吉林，你知道吉林发生什么事吗？吉林发生什么事？你要存2万，你要领2万，请你拿身份证到派出所去备案。你才可以把钱，派出所同意，你才可以领出钱来。你要带领钱去，还要备案。对，他跟他母亲要领钱，要转入这个银行，携带他的银行卡到身份证件到吉林市的吉林银行、长春的吉林银行领钱。你要去派出所报案，为什么？你要交代清楚你的钱是怎么来的。而且我本来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假的，结果吉林银行还真的有回应哦。吉林银行讲说，你为什么取款需要派出所同意？他说我是要防范电信诈骗。当然，这可以是防范电信诈骗，可是他同时也在这一次大查税，三中全会已经跟他讲嘛，我要扩大税基啊，所以深圳一样，深圳的银行、建设银行这些这么高所得的地方，一样也要告诉你说，你要领5万，请提早预约，甚至要得到同意书。以后如果都连线之后，它叫什么样？每一根毛我都要拔到，所以中国现在不是大政策、大建设，而是大查税，所有的税都要查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所以钱挣这么少，过去我们曾经听过中国有一句话叫什么？是贼来如书，兵来如弊，官来如替。它意思什么？我这里面，如果是只是匪，我是拿梳子刮一刮，刮多少算多少。如果是这个所谓的兵来就是梳子更小的，弊是更细的，刮的更多。他说：“如果官来根本没用，我把你毛发全部剃光，官来如替。”我现在看到这个三中全会的内容，我终于知道中国古书为什么讲官来如替了。所以 AI 怎么那个会计师怎么说？你以后小心 AI 时代来了，没有一毛钱都逃得掉，所有的都会连线。以后像我带钱多带1万块，你就会被没收，因为你总要在中国，你要生存的话，一定要把它传在电子支付交易。所以台商为什么50万一定要存到银行？他不得不存进去，不然你怎么过生活？你什么时候都是电子支付。可是，一旦电子支付之后，你有没有海关申报？你有没有税务缴局？你入出境管理有没有申报？你都没申报，那你就糟糕了。要么你就没收，要么就缴重税。是，你知道政治是非常现实无情的。当然，现在刚刚讲的那今天一集感觉上已经改变了美国的历史，改变美国历史，因为这个对比太明显了。第一个，川普现在露出来的形象都是英雄气概，非常强悍。但另外一边，你根本不用去搜寻拜登，你现在如果有社群媒体，你随便跳出来都是那个拜登老而迟钝的画面，而且这个两相比较也太不堪了吧！宝那个真的是没有比较没有伤害，为什么？你看拜登呢？我们讲川普是子弹打到 555， 就拜登是连颁个勋章都出状况，都变成地狱景象。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当这个5月3号的时候，拜登原本是要把19名受勋者要颁发总统自由勋章给他，而我们现在看到右边的那边呢，就是提供勋章给他的一个女军官。结果你仔细注意看哦，拜登出的状况，你看1秒钟、2秒钟、3秒钟。4秒钟，拜登不知道自己要干嘛，所以他应该赶快把这个勋章拿过来，交给他左边那个人，帮他佩戴。结果就整个冷在这里了。对，你要仔细注意看那个女军官的表情哦。原本她是雄赳赳气昂昂，因为代表什么？她是军方的代表嘛，她当然要这个端庄威武的，就没想拿着拜登的我现在要拿不拿？所以她受不了，直接4秒钟之后把他往右移说，take it 啊，赶快，你应该要颁给别人。拜登这时候才回过神来。所以各位，你仔细看完这个景象之后，你再去想想川普被子弹打中的那个景象，这根本讲这么大型车祸现场，连看都不忍直视。而且这个场合里面，居然有杨紫琼，然后他又把杨紫琼的名字给念错了。对，就拿勋章出了状况，结果连颁发都出了状况。为什么？因为当他呢，就是各位你现在看到画面，把这个勋章好不容易配到杨紫琼的这个我们讲的他的脖围上之后呢，就没想到他又把双手放在杨紫琼的肩膀上。坦白讲，这个动作每次我看我每次不舒服，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把手放上去，结果把这个状况来了。又怎么了？他叫杨紫琼，知道叫什么吗？Michael Young，Michael Young， 不是啦，人叫 Michelle， 你叫人 Michael 是查甫的呢，所以他连人家的名字都念出来，所以人家想说不是啊，这个总统你还好吧？因为你如果连这种状况都应付不了的话，你到底要怎么样继续担任下去？而且现在刚刚讲的，他在诺曼底登陆的画面又露出来了，他当时是旁边是马克宏，人家这个典礼里面你要去对退伍老兵来这个所谓的致敬，结果
你又转错方向了。哎，对，没有错，他们就是在80周年这个纪念活动上，原本是在诺曼底登陆，结果呢，因为现场大家都是老兵嘛，所以你看大家的年纪其实跟拜登差不多。就你看拜登现在在哪里？你看大家全部人都在盯着说，哎，人家往前看，你就后退。对，你看马克龙的表情，他原本是直视前方的，想说，我们现在等待仪式进行。就拜登偏偏就跟他往反方向，你看他还不冷静，想说用眼角余光瞄一下，哎，对，加了，他又马上走错方向，而且这个更尴尬，就是原来拜登所有的动作都要等到指示，如果没有指示的话，他根本不知道他的下一步该怎么走了。对，所以现在美国不知道担任总统到底是我们讲 AI 机器人可能都来得更在行，为什么？因为拜登呢，连你想想看，这是他幕僚所制作，说他在活动现场的，一般来讲这个哪有讲 walk to podium，还要跟他讲说你要看到这张图像记忆法，你才知道了舞台这边，因为他们担心说，如果没有给他这些指示、这些引导的话，拜登恐怕会如同养老院的老人四处游荡，到处迷路。所以他还是一天到晚讲错话。对，但是我跟你讲，他还是坚决要学到底。但是他越坚决你越证明了他真的不是人。为什么呢？因为他先前在演讲的时候呢，不断的强调说，我绝对最有资格的，我绝对不会退缩了。结果没想到把自己的副手讲成谁？把自己的副手呢讲成川普，说所以我才任命了川普当我的副总统。甚至呢，在跟泽伦斯基对话的时候，把泽伦斯基讲成了普丁。所以你就知道，当时他甚至跟这个 NATO 见面的时候，迟到了6个小时，也让我们讲的意大利的这个总理忍不住大翻白眼。但是我跟各位讲，现在已经不是意大利总理翻白眼，是整个民主党都对拜登翻白眼，而且完全不知道拿他该怎么办。好，一峰，之前我们看到美国有一个非常畅销的影集，叫做《帝国浩劫：美国内战》。当时讲说，有可能吗？就没有想到。美国现在刚刚讲的，他们的这个所谓的民主、共和两党的支持对立的气氛这么重，而且甚至有讲说，如果这个选举结果没有不满意的话，有20%人讲说，我愿意用武力来改变现状。对，大家都知道美国呢就是两党政治，但现在来讲的话，他们之间的对立已经变成两党对峙了。好，这部电影叫什么？叫《帝国浩劫》，可是你直接看它的英文名字叫 Civil War， 就是很清楚的就是内战了。过去有这个，过去他们就有南北内战嘛。现在来说的话，说这个故事卖得非常好。他说什么？他说德州跟加州他们自己组成一个西方联盟，然后呢不满意原本的那个总统要连任第3次，然后就打仗。那打仗之后呢，彼此就要分喽。你到底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其中有一段呢，就是他们这个西方力量的人抓到了一群记者，因为记者要去做一个总统的专访，直接问你是谁，他们说我们是美国人，然后说哪一种的美国人，然后其中还有一个人是哪一种美国人？对，然后其中还有一个亚洲裔的记者说跟我没关系，我来自香港。说你来自香港就是中国，棒，一枪就把你打掉。然后呢，再回头逼问说，你如果是美国人，我还问你民主共和两党；对，如果你是中国人，我谈都不谈，就直接把你标掉了。而且这个帝国浩劫感觉上也不是危言耸听，因为 CBS 居然做了一个民调，这个民调刚刚讲有49%的成年人讲，如果未来的选举里面，他们认为未来的选举里面失败的一方会采取暴力行动。然后就发生枪击了。对，现在来讲的话，其实因为对峙越来越严重了。好，他们CBS 做了一个访问，这个民调告诉大家说呢，你有多少人会讲说，如果这个选举不合你意的话，你会做一个暴力的事情？结果竟然有高达49%，他说 will be violence over lose。我要是输了，我要去反击，而这反击呢是用暴力来说的话，那现在来讲的话，你不要以为说这个只是民调，大家讲一讲，嘴巴讲一讲而已哦，没有，很多的地方选举办公室呢已经来加装了这些防弹玻璃门。好，所以刚刚讲的不只是 CBS 讲说，有49%的成年人认为在未来选举里面失败的一方会采取暴力的行动。路透社也针对了4500个注册的选民做一个调查，他说。民主、共和两党各20%的支持者认为说，如果为了实现我心中让社会更美好的这个状况，暴力行为是可接受的。对，现在来讲的话，在这个美国的民众里面呢，有一个氛围，就是说呢，我们的正义都无法伸张。如果必须要伸张我们的正义的话，恐怕是需要用暴力才能够来伸张他们自己的正义。所以呢，现在来说的话，是越来越风声越来越紧。而且在过去5年的期间里面，美国我都没有想到，我看到数字把我吓一跳。美国因为政治暴力而丧命的人竟然越来越多。对，现在来说的话，很多时候呢，大家是打笔仗，可是呢，最近这几年来，可以说是美国这个40年来最严重的政治暴力事件。从2020年的 Black Lives Matter
黑人的命也是命。这个活动下来的话，至少已经9死，然后有147位的警员受到攻击，而且很多的时候呢，是你社区里面你认识的人之间彼此也会攻击哦。这个人是谁呢？他是一个共和党的一个倾向的男子，叫科姆斯。科姆斯呢就一直觉得说，我隔壁的邻居你是民主党员，结果最后呢跟他也没有太多的一个交往之后呢，就觉得说你就是民主党员，然后呢就上门去把人家枪击死掉，然后就把人家直接给杀掉了。那这个来讲的话，大家就觉得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说，原来这种政治的对立造成的命案是会深入社区的。